每年5月的第2个星期日，中国人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一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谢。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并非是母亲节唯一的版本。从2004年开始，陆续有中国的学者提出要创建自己的中华母亲节 （Chinese Mother's Day）， 并提出孟母可作为中国母亲节的形象代表。孟母三迁。孟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孟母依靠纺织麻布来维持艰难的生活。孟子非常聪明，看见什么就学什么，而且模仿本领特别强。起初孟子家在墓地附近，每隔几天就会有送葬的队伍吹着喇叭经过他家门口。好奇的孟子就跟着送葬的队伍学着吹喇叭，引得一群孩子跟在他后面跑着玩，大家一起玩儿送葬的游戏。孟母非常重视孟子的教育问题，看到孟子整天吹喇叭玩儿送葬游戏，赶紧就把家搬到了城里，住在屠宰场的旁边。搬到城里后，孟子每天都到屠宰场去看杀猪，那些屠夫杀猪时手脚利落，十分熟练。孟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没过多久，他竟然能帮着杀猪了。孟母非常着急，又把家搬到了学堂附近。于是每天早晨，孟子都跑到学堂外面，摇头晃脑地跟着学生们一起读书，并且变得守秩序、懂礼貌。当时孔子的孙子正在这里当老师，他见孟子学什么都很快，而且记忆力特别好，就非常喜欢他，还让他免费进学堂读书。孟母断之。孟子小时候放学归家，他的母亲正在纺织，问孟子道：“学习的如何了？”孟子说：“就像平常那样。”孟母用剪刀割断织机上的线。孟子惊惧，问母亲这样做的缘故。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如同我剪断丝线一样。君子通过求学来立身扬名，通过答问来增长知识，所以能起居安宁，做事免于祸害。现在你荒废学业，将来免不了要做下贱的劳役，难以避免祸患。这和靠织布为生有何不同？中途荒废不干，岂能令丈夫有衣服穿，且长期不缺粮食呢？女子不能提供衣食，男子无法培养道德，他们不是沦为盗贼，就是变成奴隶。”孟子感到惧怕，从此日夜不停勤奋学习，拜子思为师，终于成为了天下闻名的大儒。君子赞扬孟母深知当母亲的法则。另一个母亲节的传统，据称是农历7月15日的盂兰盆。佛陀弟子中有一位名叫目犍连尊者，弟子中神通第一，得6种神通时：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神足通，与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并列。此2人如须弥山日月，又如辅佐大王的左右大臣。目犍连的母亲因犯了贪婪和牵令的过错，死后投生到恶鬼道，被目犍连尊者救了出来。自此，目犍连救母广传后世，就有了盂兰盆节以及中华母亲节。一个晚近才被提出的概念，也可追溯到农历7月15日的盂兰盆。当目犍连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进入婆罗门教老师的家中，在那里详尽地学习了4吠陀和18大经典。然而此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母亲投生到了哪里。后来13岁那年，他与舍利弗一起拜见释迦牟尼佛，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此后，目犍连得以解脱妄想，升入初圣，再断欲望，成阿罗汉，得三观六神通，神目开启，整个大世界体系都如明镜一般映入眼帘。他的目光穿透大地，能看到三恶道，就像我们透过一层冰层，在朝阳照耀下看到冰下的鱼一样。当他低头一看，他的母亲正处于恶鬼境界，他没有东西喝，也没有东西吃，他的皮肤就像一只被拔掉羽毛的锦鸡，他的骨头就像一颗颗并排放置的原石，他的头大如球，脖子细如丝，肚子像大海一样鼓起来。他张口合掌祈求什么的样子，就如同一只饥饿的水蛭闻到了人类的气味。他望着前世所生的儿子落泪，他那饥饿的模样根本无法用言语表达。对于目犍连而言，目睹这一切无疑是极其痛苦和心碎。目犍连一见母亲，心中升起怜悯之心，立即施展神通力，供养了母亲一些米饭。母亲高兴了，她接过碗，用左手隔开，右手将食物握成拳头，塞进嘴里。还没到嘴里，米却变成了火，开始燃烧了。它像一束火把一样，突然燃烧起来。他母亲的尸体被烧得噼啪作响。目犍连见状，大惊失色，以神通力召来大水，但水变成了柴火，母亲的身体却被烧得更厉害。这一幕让他更加怜惜。目犍连意识到自己的神通根本不足以补救这种情况，便跑开，立即来到佛陀面前，泪流满面地恳求。他说：我出身于婆罗门教家庭，后来成为佛弟子，得阿罗汉果位，超脱三界，得三观智，与阿罗汉身份相伴的6种神通。但现在当我试图将自己的母亲从困扰她的巨大痛苦中解救出来时，我似乎只会让她比以前更痛苦，这让我的心充满悲伤。佛陀回答说：你的母亲犯下了严重的罪孽，仅凭你一个人是没有能力去补救的。事实上，天神、地神、天魔、婆罗门、道士也没有办法。僧人、4大天王、太士、文天神没有能力。佛又开示，7月15日是十方僧众解下自恣日，一切众生当在此时为欺世父母及现在父母于危难中者，设百味饮食，置于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凭借众僧安居期间精进修行的功德，能拔济父母出离三途之苦，现世父母亦得福乐绵延，吉祥如意。目犍连按照佛陀的教导去做，结果他的母亲就脱离了恶鬼道，得以超度。尽管现代社会不再强调宗教救赎仪式，但我们仍可通过关爱、尊重和理解的方式来孝敬父母。总的来说，母亲节不应只是一个形式主义的节日，更应该是我们表达对母亲无私大爱的最好时机。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崇尚的孟母3000和目连救母的故事，还是现代社会对母亲的关爱与孝道，母亲都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让我们通过实际行动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吧。无论是日常的关心问候，还是特殊时刻的礼物馈赠，甚至是为母亲分担家务劳作，只要是出于一片赤诚之心，定能温暖母亲的心扉。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生活中时刻铭记母亲的教诲，努力成为一个有修养、有担当的好儿女，以优秀的品行和事业成就见证母亲的谆谆教导。因为唯有如此，
我们才能真正报答母亲的伟大付出，让她倍感欣慰和自豪。母爱是世间最伟大、最纯净的爱。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用孝心孝行来温暖母亲的晚年，用我们优秀的品德来托起母亲的骄傲，携手共同传承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